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加拿大101啊！这个好长时间没有更新了，很惭愧啊，因为有家里琐事有老人，还有房子，还有一些其他的杂事啊。从春节以后到现在啊，我的这个频道更新一直不正常。另外一个频道就是我还有一个叫宋说新语啊，就现在主要讲科普的这个频道呢，勉强啊想做到日更。那现在看起来啊，这两个同时更啊，确实压力比较大，实际上流量也不多啊，主要是自己的兴趣爱好是吧？那今天啊，我们就更新一期，以后呢，我也争取做到，日更或者最少是周3更啊，2天1更是吧？我错过什么话题了呢？实际上错过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逃离加拿大。哎，这个是不是个伪命题呢？我们来看看叨叨、考拉爸和这个大伟啊怎么说。那么实际上啊，这个最近网络上呢，确实充斥着啊，大家看关于人们纷纷离开加拿大的这个讨论。啊，我们搜索一下可以看到，这从3个月前啊，这个话题就突然就火了。但这真的是全貌吗？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就一块来探讨一下。那这个像叨叨啊，跟考拉喝杯酒，还有以及大伟探秘加拿大，都是我关注的这个博主啊，他们的个性不同，视频做的都不错啊，值得我学习。首先呢是叨叨啊，呃。她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已经成功的拿到了她的枫叶卡。那么叨叨的视角啊，还是比较独特的啊，呃，应该说呀，她形象也比较好啊，这个偶尔呢还能表现出这个真性情啊。她谈到啊，她是作为新移民啊，在加拿大面临的挑战，比如说高昂的生活成本啊和找工作的困难。她的故事啊，可能会触动那些正在经历这种类似挑战的年轻移民啊。接下来呢，就是考拉爸啊，这个是一个中年男啊，这个我现在注意了，不能随便说别的中年男人是油腻男，要说也只能说我自己，因为上一次说李石培是油腻中年男的时候啊，就我另外一个频道里面讲歌普的，韩国的网友就说呢，李石培明明很帅啊，你怎么能说他是油腻中年男呢？好吧，这个考拉爸呀，他的话题和画风还是比较锋利的，目前呢是在加拿大陪读。可能还在等待他的枫叶卡吧。他从一个家庭的视角出发呀，讨论了教育体系、陪读家长的生活状态，以及呢加拿大移民政策的看法啊。那考拉爸的经历啊，就给我们揭示了家庭如何在加拿大寻求更好的这个教育机会啊，同时呢，也面临着这个新环境的挑战。那最后呢是大伟啊，这个是一位专业的 YouTuber 啊，他给我们就提供了一个更宏观的视角。哎，大伟通过深入的这个数据和分析呢，就探讨了加拿大的经济、社会政策和移民系统，特别是他提到呢，移民的背景极大的影响了他们是否考虑离开加拿大。来自发达国家允许双国籍的移民呢，可能更容易选择离开，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啊，其实更倾向于留下。那么从我们说这个叨叨啊、考拉喝杯酒以及大伟探秘加拿大啊，他讲述的这个视频中啊，我们可以分析出他们提及的加拿大的种种问题啊。尽管呢他们的经历和观点啊各不相同，但是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共通的挑战。这些挑战啊，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前可能是已经存在了，或者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或者是增加，是吧？在这3个视频中啊，大伟呢，他举的例子呀，给我还是留下很深的印象啊。这个他说呀，有一个北京女孩啊，曾经在加拿大留学啊，但是在1年多之后呢，她选择回国。等她再回到哈利法克斯的时候啊，发现一切好像都变了，房租是翻了1倍还多，生活开支也增加了很多啊。尽管加拿大也有许多机会，但是飞涨的这个生活成本和这个有限的就业机会啊，使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加拿大的生活。那他回到了北京啊，加入了父母经营的这个内衣公司吧。那这个决定呢，就是让他父母也很开心，因为他们期待就是说这个女孩呢来继承这个家族企业。所以这个故事就很典型，他就展示了中国留学生啊，或者说年轻移民是吧，在面对加拿大的挑战时候所做出的选择。飞涨的生活成本、有限的就业机会以及就是繁忙的这种都市环境，也让这个加拿大失去了移民的吸引力。那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很突出的、有代表性的话题。
就是经济与生活成本。这个高昂的生活成本，特别是住房和租金的上涨啊，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话题啊。那么加拿大的主要城市啊，像多伦多和温哥华，一直以来房价都比较高啊，这对新移民就构成了巨大的这个经济压力和不友好。另外呢，这个食品和日常用品的成本啊，也在逐年上涨。这当然不是说是近期才出现的这个现象啊。当然这个女孩的家庭条件啊，我感觉是完全可以支撑这个女孩的，所以她回流呢，实际上还是她个人的，我觉得信念的原因。再一个就是就业的挑战啊，对于新移民来说呀，找到稳定，比如说收入合理呀这样的工作，一直是一个挑战啊。这也包括语言障碍啊、本地工作经验的这个缺失，就是踩坑，以及专业资格认证的这个困难。虽然加拿大对于技术移民是有一定要求的，但实际上啊，很多新移民来加拿大后，还是面临着重新定位，自己的这个职业发展的这个难题。那么社会融入啊，是老生常谈了啊。这个很多融入和社会这个文化适应啊，是长期存在的这个话题。对于很多新移民来说，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建立这个社会联系以及融入加拿大的生活方式啊，是需要时间的。虽然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但是新移民呢，仍然可能会遇到孤立无援的感觉，甚至歧视问题也广泛存在。实际上啊，如果你不是高端人群，无论是中国、印度还是东南亚其他国家，国内的阶层啊和种姓歧视也是广泛存在的，甚至是远远超过加拿大的。对教育和家庭陪读问题，也是很多人头疼的问题啊。对于家里边有这个适龄子女、学龄儿女的这个移民家庭来说呀，加拿大的教育系统，它既是一个吸引因素，也是一个挑战。因为虽然加拿大是吧？它提供这种高质量的教育，但是教育系统的差异啊，孩子的适应问题以及陪读家长啊的生活安排，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啊。关键还是有这个政策变动和不确定性啊。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呀，这三位都提过，经济政策以及社会福利政策的变动对新移民就构成挑战，因为政策的不确定性呢，会影响他们的生活的规划，特别是对于那些依赖特定政策安排是吧，来实现移民目标的人群来说呀，比如说目前这个陪读配偶贡献的问题，就给上面的这个教育和陪读就带来了困难。实际上啊，这些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加拿大长期以来就存在的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某些问题呢可能变得更加突出。新移民在决定移居加拿大时候啊，需要全面考虑这些挑战，并且准备好相应的应对策略。同时啊，加拿大政府和社会呢也需要不断的努力，改善新移民的这个适应过程，这个整体生活质量。那造成这些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加拿大目前的挑战啊是复杂而且多维的，它是由内部政策决策、全球性问题以及独特的这个社会结构啊共同造成的。那左派政府的政策原因和 COVID-19 的影响也很重要。首先是左派政府的政策原因啊，自由党政府啊一系列的这个左派政策，它旨在提升这个所谓社会福利是吧，促进多元化和支持经济平等，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提高最低工资和扩大这个公共服务来实现。但是呢，这些政策就引起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后果啊。再就是经济负担加重，增加的这些开支呢，就导致国家债务水平上升嘛，它可能限制未来在关键领域像健康教育的这个再投资再一个就是影响经济的竞争力，你高税率和复杂的这些监管可能会抑制私人投资，影响经济增长和企业创新那么 COVID-19 疫情的影响其实也广泛存在是吧？疫情以及后续的恢复呢，对加拿大经济和社会确实造成了比较深远的影响。比如疫情引起的这个全球的经济放缓是吧，以及对加拿大造成的这个直接冲击使失业率上升，多个行业受到重创。再一个就是疫情也加大了公共卫生系统应对的这个压力也暴露了一些长期存在的这些公共健康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经济挑战是全球化的这个双刃剑。全球经济它的波动直接影响加拿大特别是
比如说依赖国际贸易和能源出口的这个加拿大的经济部分，大家想想是吧？石油那么对加拿大来说呢，能源市场的波动就很重要啊。作为能源出口国，加拿大的这个经济部分啊，它是依赖于国际能源价格的，它的价格波动对国家收入的经济增长是有显著影响的。当然了，我们说还有人口老龄化是吧？原住民和社会融合、网络安全、什么环境、气候变化，左派讲的移民流程的挑战，以及这个住房危机，所以我们就结合这3位内容创作者的观点和个性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逃离加拿大这个现象并没有一种单一的答案。那对于一些人来说呢，面对生活成本、工作挑战和文化适应这个问题呢，离开就成了他们的选择。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尽管存在挑战，是吧？加拿大提供的机会和生活质量仍然是值得珍惜的。所以说呢，逃离加拿大是不是个伪命题？这个答案是复杂的它取决于你个人的经历、期望以及呢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具体挑战。重要的是呢，每个人的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加拿大这个多元化包容的国家呢，为不同背景的人呢就提供了各种可能。当然大家呢可以到这3位的频道看一下他们的原始视频，看看我的角度和你们是不是相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个讨论呢，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频道咱们下次再见，拜拜。